我剛才要重講一遍了。今天的直播就這樣開始了。那但是各位剛聽了一段時間的音樂，我們今天音樂放特別短。那為什麼？因為我又忘記開了。但不管怎麼樣，我們今天要談的其實不是政治，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將來每個人，包含了你我，或者是你我的家庭都會遇到的事情。那這個事情其實本身很無奈，很悲哀。那怎麼說呢？其實有一句詩說得好啊，紅毯地上幾春秋，一紙青書欲解愁。自古美人嘆遲暮，不許英雄見白頭。各位晚安，我是朱學仁。今天對比完2封信，寫這篇稿子啊，讓我半天說不出話來。一封是1994年76歲的雷根寫給全美國人，我即將罹患阿茲海默症。另外一封是2026年5月22日，也是76歲的台灣那位老先生所寫的，我聽了覺得可笑。今天不談政治，我們談英雄，我們談失志，我們談下台轉身的那個背影。內容正式開始。今天是2026年5月25號，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我們跟各位聊的是英雄遲暮2封手寫信的故事。1994年的雷根跟2026年的他，一個下台的背影，為什麼這麼艱難？我們會講到輔助宣告、病識感、辜振甫、靜涵梅香、安東尼霍普金斯。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我們就開始了。各位事務所的同學啊，在聽直播的各位，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講一個故事。今天這個故事的主角，我不會說他的名字，我說過了，台灣的政治基本上我不會碰了。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故事啊，還是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也不會提他做過什麼職務，不會提他做的政黨，不會提他這幾年講過什麼話。不是因為我不敢，是因為今天的主題呢，遠大於這一個個體本身，它只是一個悲劇的縮寫而已。我們今天要講的是76歲的一個老先生，這位老先生曾經是本地最高的領導人，做過8年，離開那個位置10年了。過去這10年，他做過很多事，講過很多話，有人罵他，有人挺他，這都不是今天的重點。今天的重點是在5月22日那天哦，這位76歲老先生親手寫了一封信。我跟你講，這封信寫了什麼？我截取裡面的一個段落。叫做目前外界謠傳我已失智，我聽了覺得可笑，因為我雖然已76歲，每天依然讀報看書，與過去數十年並無二致。各位，你們現在一邊在聽直播，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第一個感覺是什麼？我跟你講了，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心痛。一個都下台了的老人要開記者會，透過別人的方式轉達他內心的想法，要把這個字寫下來，不是因為他寫了什麼，是因為他不得不寫這個動作本身吶。我跟你講一個很奇怪的事實，當你不需要證明自己沒病的時候，那個人通常是真的沒病。當你必須要親筆寫信，必須要對着鏡頭，必須帶着另外一位老先生一起拍片，拍片完還剪接個半天，分成7段寄出來，必須一字一句講，我聽了覺得可笑的時候，各位同學，我講白一點，這個動作本身就是症狀，這個動作本身就是症狀。來，我們把時間線分析一下。3月底，2026年3月底。這位老先生的基金會的前執行長自己離職了，離職之後在臉書上發了一段話，這段話相當溫柔，跟我認識的這位前執行長一樣，但是看完之後你的心會多跳一拍。他說馬前總統忘記了很多事，我很難過，不想傷害他。各位，這句話講得多漂亮！這句話我覺得漂亮的原因，不是因為我認識這個當事人，而是有的時候隱惡揚善是一個做人的基本準則。我們不要拿人家的疾病來操作，不要拿一個退休老人的身份來操作，這是人的基本立場。
這個前執行長沒有講失智，沒有講阿茲海默，沒有講請就醫，他用了14個字，忘記了很多事。我很難過，不想傷害他。這就是一個被培育10多年的下屬啊，對他多年的老闆能講的最後的溫柔。然後過了1個多月啊，5月12號，老先生的妻子跟老先生的大姐在律師面前簽了一份書面聲明，聲明的內容非常含蓄，為使這位老先生日後之醫療需求及照護有妥善之安排，本人與包含他姐姐在內的其他馬家親屬已有共識，委請馬以南女士擔任主要之執行者。各位，最近大家都會在字裡行間裡面找文字、找漏洞、找弱點，但我們直接把它翻成白話，是我先生需要人來幫他做決定了。這個人從今天開始是他的大姐，是他80幾歲住在美國的大姐。同一天，台北地方法院他們遞了一份狀紙，狀紙上面寫了4個字，叫做輔助宣告。各位，輔助宣告這4個字是什麼意思？我們後面會仔細講。今天先講結論，這是民法上一個人的家人能對他做的最痛、最深沉的一個動作。他的意思是，我們申請法院認定這個人沒有辦法再決定自己的事情了，他沒有辦法決定了。那你覺得每一個人都很想要這樣做嗎？不是，沒有人會想要這樣做的，沒有人会覺得應該這樣做。但是有的時候就得要這樣做。各位，這一份狀紙呢，在5月12號就遞了，然後一直沒有公開。他的妻子簽了名，大姐遞了狀，沒有人放消息。為什麼？因為家人是要保護他的。5月21號晚上，這份聲明才終於被公開，而且公開的方式是先發妻子的聲明，然後再發大姐的聲明，全程沒有提到失智這2個字，完全用醫療需求妥善安排、安享餘年這種最溫柔的話。各位啊，我跟你講啊，一個家庭裡面能有人這樣護着你，這是這位老先生人生最後的福報啊！但是5月22號那天，這位老先生親手寫了那封信，他寫：對此本人深感錯愕與遺憾。各位啊，錯愕啊，遺憾啊，對自己的妻子、對自己的大姐、對在乎自己一輩子的家人，他用的詞是錯愕跟遺憾。然後同一天下午，這位老先生跟另外一位老先生10幾年的政治戰友，前駐美代表是吧？一起出來拍了一個影片。影片裡，他指控他基金會的前執行長跟另外一位前職員，這2位他培育了超過10年的人是貪污犯。他還說什麼？他還說他們把失智當成借口。各位，我们把時間線攤開來看，今天我沒有要很激動，我沒有要很生氣，我們只是理性的談這件事情。3月底前執行長辭職，留下一句他忘記了很多事。5月12號，妻子跟大姐遞聲明遞狀。5月21號，家人含蓄公開。5月22號，大張旗鼓的傳影片，老先生親手寫信反駁，帶着戰友拍片，指控前下屬是貪污犯。各位，這4個時間點放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份病例。為什麼？當一個人不需要證明自己沒病的時候，當他必須要親手寫信，必須對着鏡頭，必須一字一句念，我聽了覺得可笑的時候，各位同學啊，這封信就是傳聞為真的證據，這不是駁斥傳聞的證據。今天的故事不是政治，今天的故事是英雄遲暮，真的很無奈啊！那各位，剛還有傻逼說他媽不知道我的投票到底在講誰，幹，那你不應該來聽這場直播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超級留言，我要定什麼呢？來，我要定如果通過了目標，我們就針對馬斯克受訪所看見的未來來做直播分析，讓你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模樣。慘了，我這個賬號是不行。哎，來，各位一邊投票一邊跟各位說，你可以告訴你身邊的這些傻逼嗎？幹這場直播講的76歲老先生到底是誰？我懶得解釋啊，因為解釋起來又傷感，好不好？那你解釋這個東西是要幹嘛呢？懂的人就懂，不懂的人，你運氣好，你不需要懂，好嗎？你運氣好，不需要懂，是你的福報啊！如果有一天你家裡人也有類似的狀況的時候，你會寧願我今天沒有跟你解釋這麼多，因為那是很痛很痛的狀況。我們如果過了這個目標，就會針對馬斯克的演講做直播，這是什麼？做直播分析，讓你知道他看見的未來。各位，這一場直播很傷心哦，深吸一口氣，我們準備繼續下去了。來，各位事務所同學，我們進入第一章。第一章來，我們來講一個哦，你可能，我希望你福報夠，你這輩子用不到，但是很有可能會遇到的一個醫學名詞。這個名詞叫做病識感，英文叫做 insight， 台灣翻譯作病識感，意思就是一個病人知不知道自己生病了。各位，這個字聽起來很簡單吶，但是這個字是整個失智症照護裡面最殘酷、最反邏輯、最容易被外人誤解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講，失智症最殘酷的地方不是忘記，是不知道自己在忘記。我再強調一次，失智症最殘酷的地方不是忘記，是不知道自己在忘記。來，我們進入醫學的細節，我來跟各位做一個科普。台北榮民總醫院的失智治療及研究中心，他們的衛教資料寫得很清楚。我把它翻給各位聽。失智症初期呢，病人尚有病識感，什麼意思？這個階段的病人他知道自己記憶力變差，知道自己有些事情想不起來，知道自己會重複問同樣的問題，所以初期的病人會有什麼病徵？會憂鬱，會恐懼，會悲傷。各位，憂鬱、恐懼、悲傷是初期病人的標誌。為什麼？因為他知道自己在退化，他知道自己曾經是什麼樣子，知道自己現在變成什麼樣子。這個階段的病人會主動就醫。我跟你講，我看過很多人在50幾歲的時候，自己跑去神經內科掛號，跟醫生說：“醫生，我最近常常忘東忘西，是不是有問題？我現在如果也想不起來人家的名字，我倒不會擔心，因為我從30歲開始就是這樣。”來，這種人呢，還知道要問這些事情是好命的。為什麼？因為他還有病識感，他還願意承認，還願意求助，還願意對抗。但是隨着病程惡化，隨着這個狀況變得越來越嚴重，隨着腦部退化的範圍擴大，病識感會消失。謝謝 Ulan 跟謝謝前面的網友抖內的寶石啊。到了中期啊，病人就不再覺得自己有問題啊，他覺得我跟過去數十年並無二致，他覺得忘了一點點事情有什麼大不了。
他覺得是你們這些人故意刁難我。到了這個階段啊，不承認本身就是一個症狀。我再講一次，到了中期失智，不承認自己有病，它本身就是病的一部分。在聽直播的各位，你現在懂為什麼那封親筆信讓我覺得很心痛了嗎？來，我們再看一個資料啊。這個資料呢，怎麼說？要跟大家分享。我覺得我後面你看的這整個時間軸，你就明白誰為他好，誰是只想要利用他。來，5月23號啊 ，ET Today 訪問了胸腔暨重症科的專科醫師黃軒。黃軒醫師很有名，當年我們是在 COVID-19 的時候訪問他，他在臉書上寫了5個失智症前兆，叫做5說話模式。5說話模式，我念給各位聽。第一個，講話會重複同一件事情3天講5次。第二個，找不到適合的詞，明明很簡單的詞講不出來，要用那個，輕痛什麼什麼快，輕痛稠重嗎？輕痛啊什麼呢？第三個，句子變短，思考變慢，複雜的論述沒有辦法說完整。第四個呢，對話跳針，前後文連不起來，講着講着就跳到別的話題。第五個，情緒反應變得過度，一點小事反應很激烈，或者反過來，重大的事情沒有反應。黃軒醫師說，如果上面這5種異狀每周發生3次以上，請趕緊去神經內科。各位，我們也要這樣拿這個5點去分析任何個體，這個醫生才能做啦。我不是醫生，但我跟你講，這位老先生身邊真正最親的人是怎麼看出這件事來的？他們可不是看政論節目看出來的，他們是每天跟他相處、朝夕相處看出來的。3月底啊，前執行長辭職，留下一句他忘記了很多事。這14個字啊，是10多年來每天跟着他、看着他、敬重他的下屬能說的最沉重的話。財經網紅胡彩萍，有沒有？我們以前常常笑他是勇媽，但他這次留了話講的是，我覺得很有道理。他說，失智是漸進的過程。病人有時候清醒，有時候迷糊，最容易被身邊的人操作。各位，這句話你要仔細思索。清醒跟迷糊之間擺盪，這是在失智症中期的典型樣貌。不是完全失去意識，是有時候清醒，有時候不清醒；不是完全認不出人，是有時候認得，有時候認不得；不是完全不能做決定，是有時候做的決定看起來像那個人，有時候做的決定看起來像完全不是那個人。在這個擺盪的階段，旁邊的人只要在他不清醒的那幾分鐘，遞給他一張紙，講一段話，為他一個敘事，他簽下去的字就是法律上他的意思。各位，這就是為什麼家人會慌啊！因為你問他好，你為他好，但是人家不一定覺得是為他好。家人不是搶權，都已經跟他一輩子，媽過去沒搶權，權力很大的時候不搶，現在他媽都退休了，都已經退任總統禮遇都消失了，跟他搶什麼鬼權啊？家人是看到他正在被別人訴刑，家人是看到他正在做的決定，不是他過去會做的決定。家人是看到他正在指控的人，不是他平常會指控的人。家人是看到他合作的人，不是他以前會合作的人。所以家人不得不去申請輔助宣告。這一章的結論是，失智症最殘酷的地方不是病人忘記，是病人不知道自己在忘記。更殘酷的是，當病人忘了自己在忘記之後，他會反過來指控那些告訴他你忘了的人，你騙我，你害我，你想搶我的東西。各位同學，這不是政治語言，這是醫學語言。
這是台北榮總衛教資料上寫的失智症中期的被偷妄想、被害妄想、錯認為親人。下一章我們就進入被偷妄想這4個字。我跟你講，這4個字會解釋為什麼那位老先生會把培育了10多年的下屬叫做貪污犯。這真的是一件很無奈的事情。來，給你看一下這個我好不容易做的動畫，病識感會隨着病程演化，這個反邏輯越來越奇怪。你得其他的病呢，你會越來越痛，越來越無力。但是問題是在失智症，你的病識感會越來越消失，但是你的記憶的消失是跟這個不成比例的。不承認本身就是一種症狀。謝謝簡簡單單做自己，在這個 TikTok 抖內，還有謝謝黑桃 K， 哇，你抖這麼多。好了，各位，今天的內容這也是給各位看一下，我最近已經會用 HTML 做動畫了，要謝謝 Cloud 的，謝謝大家。如果各位覺得這個動畫做得不錯的話，請按1，我以後會經常做，給各位一個示範，好嗎？請各位看看這個狀況，你覺得怎麼樣？好不好？來，我們繼續往下走。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講到這件事情？是要告訴你，這就是經典教科書等級的作品啊！各位覺得這個動畫不錯，是不是？好，沒問題，以後繼續做。Umin VV 也謝謝你的抖內寶石。來，我們進入第二個段落。第二個段落叫做被偷妄想。被偷妄想是什麼意思呢？被偷妄想是這是台北榮總的衛教圖。來，我先讓各位看一下，12%到28%的人會有被偷妄想。那被迫害妄想很常見，嫉妒妄想是中度，被遺棄妄想也是常見。來，我們仔細的用科學的證據跟各位說一下。英文叫做什麼？叫做 delusion of theft， 是失智症最常見的精神症狀之一。各位，這4個字字面上看起来不嚴重，以為自己東西被偷了嘛，看起來像是小事。但我跟你講，被偷妄想是台灣每年有多少個家庭就被這一個妄想給撕裂。你可能沒有遇到過，是你幸運，但是無所不在的家庭悲劇。台北榮民總醫院失智治療及研究中心的官方衛教資料寫得清清楚楚，平均40%左右的阿茲海默患者在其病程中可能出現妄想，常見的妄想包含了被偷妄想，這是阿茲海默症患者最常出現的妄想，比例約在12%到28%。各位，12%到28%，意思是說每4個到8個阿茲海默症的病人就會有一個出現我的東西被偷了，這種固定堅信無法被說服的錯誤想法。台北榮總把這個妄想分成4類啊，我念給各位聽。當年拜登是他被身邊2個人管理的，然後他們還強壓民主黨，要求一定要讓拜登繼續選下去。是第一個出來開槍的是那一個。要幹失智症症狀出現了，那個帥哥有沒有？白頭髮那個帥哥，那老婆也很正，然後每次都演那個瞞天過海，看真想不起來他叫什麼名字那個誰慘了，這個叫什麼？喬治·克隆尼呀！哎呀，我想起來了，我逃過失智症啊！來，榮總把妄想分成4種，我念給各位聽。第一個，被偷妄想，我的錢。我的存折、我的金條、我的鑰匙、我的衣服，一定是有人偷走，我找不到了，偷走了，但多半是他自己收的。第二個，被迫害妄想，他們要害我，他們聯合起來要害我。第3，嫉妒妄想，我的配偶外遇了。第4，被遺棄妄想，他們要丟下我，要把我關起來，不要我了。喬治·克隆尼當時是講說，我一定要再出來講了，因為拜登不再是我當年認識的拜登。那你看呢？現在馬英九是不是沒有朋友？馬英九
身邊的人竟然出來講最大聲的是，他絕對沒有問題，讓我們掀起地獄烈火，把所有人燒光光，把他的家人也批判，把他身邊的合作夥伴也批判，讓民進黨開開心心，真是太好啦！人生有很多時候，交的朋友很重要，交的朋友很重要。各位，這4種妄想啊，只要你身邊有失智症患者，你一定至少聽過一種。而且我跟你講，最讓人心碎的是，被指控的人永遠是最親近的人，不是隔壁鄰居偷他的錢，是他兒子偷他的錢；不是路人要害他，是他女兒要害他；不是別人外遇，是他老婆外遇；不是陌生人要丟下他，是他最信任的人要把他關起來。各位，聽直播的各位，你能想象那個感覺嗎？你照顧了爸爸30年，爸爸突然有一天指着你說：“你偷我的錢。”你愛了媽媽一輩子，媽媽有一天突然抓着你的手說：“你不是我女兒，你是冒充的。”你跟先生結婚50年，先生有一天突然把你衣服丟出門，說你跟別的男人有染。華0514，華哥說沒錯啊，他說以上說的我自己遇過3種。我跟你講，就很多，所以今天這件事情為什麼值得討論？是台灣有太多人遇到這樣子的事，各位，這就是失智症的人倫悲劇。而且這件事不是病人的錯，因為他真的相信這件事情是真的，他去測謊也會過。對他來講，全世界都背叛了他，全世界都要害他，全世界都看他不爽。他不知道自己在指控錯誤的人，他真的覺得這些人是壞人。我們把場景拉回那位老先生，3月底啊。那位老先生基金會前執行長，培育了10多年被他信任的左右手突然辭職。5月，妻子跟大姐聯合聲明，希望他安享餘年。5月22號，他馬上就出來這個拍片，然後叫別人開記者會，說前執行長跟另外一位前職員是貪污犯。有趣的靈魂，76歲老人的朋友是不是不知道他失智，還陪他證明他沒病？這世界上是有壞人的，這世界上是有泯滅人性，毫不在乎他的朋友到底是什麼結果，毫不在乎全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毫不在乎他朋友的家人會怎麼想，因為這種人不是朋友，他比朋友還要壞。你有了這個朋友，你根本不需要敵人了。各位，我們把這個故事平鋪在桌上啦，你自己分辨看看，是不是跟榮總的衛教很像？我培育了10多年人偷我的錢，我培育了10多年的人要害我，我培育了10多年人用失智當借口陷害我。各位同學，這就是被偷妄想加被害妄想症加被遺棄妄想的標準連續拳吶。任帥真好說，真的啊，老人家過世之後，家人整理房間，常找到他說不見的東西。小內給斗邊說，我遇到第一個失智老奶奶是從大陸來的，因為經過抗戰，老奶奶一直在逃亡喊救命啊，殺人哦，鄉音太重，要透過同學翻譯才知道她在求救。本部說，以前老闆的媽媽一直說香奈兒粉筆被菲律賓看護偷，某天看護把家裡7個粉餅通通找出來。Isaac 說，我爸過去也整天幻想我媽外遇，後來把袒護我媽的我跟我媽一起趕出家門，後來我姐跟我弟聯合我爸的兄弟姐妹強制他送醫，現在吃藥之後才沒有整天幻想。哎，這真的是很悲傷，這真的是人倫悲劇。我還是這樣說，我不是醫生，我沒有資格做診斷，但是台北榮總的衛教資料就在那邊，資料來自於台灣最大的醫學中心，來自於全台灣最權威的失智治療研究單位，來自無數失智症患者家屬流血流淚換來的臨床觀察。這是一份不是病人故意惡意，但是病人真的相信的清單。各位，我跟你講啊，當你愛的人開始覺得他身邊每個人都要害他，每個下屬都要偷他，每個家人都要拋棄他，那不是政治判斷，那是醫學徵兆。
失智症中期啊，最可怕的不是病人本身，最可怕的是會利用病人的那些人。你想一想，一個76歲，過去8年，是這個國家最高領導人，現在還掛着前總統名號，見過所有的政商名流，知道所有的政治機密，有龐大的基金會資產。這個人在清醒跟迷糊之間擺盪，你覺得他身邊會不會有人想在他迷糊的那幾分鐘塞東西給他簽？你覺得他身邊會不會有人想趁他迷糊的那幾分鐘，把他從某些人從手裡帶走？你覺得他身邊會不會有人想趁他迷糊的那幾分鐘改變整個基金會的決策方向？各位，這就是為什麼前執行長要在3月底就跳出來說他忘記了很多事。這就是為什麼他的妻子跟大姐要在5月12日就簽聲明就遞狀。這就是為什麼家人選擇用輔助宣告這個最沉重的法律動作來保護他。家人不是要奪權，家人是看到他正在被人塑形，看到他正在簽下他過去76年絕對不會簽的東西，看到他正在指控他自己過去76年絕對不會指控的人。家人是在說，夠了，請讓他真正退休，請讓他安享餘年。有網友講啊，他說哇，那個民進黨很多支持者講說，有沒有偷東西跟有沒有失智是兩回事。幹，這個邏輯嘛，簡直是狗教的。也就是我們剛剛講了半天，有18到28比例的阿茲海默症患者會有被竊妄想的時候，你會站出來說啊，他可能真的有人偷了，這跟他有沒有得病是兩回事。媽，得病是你好不好？你蠢到這麼笨，你得了失智症大概也沒什麼差別，因為人家看不出來。所以我們這一章的結論是，被偷妄想不是道德問題，被偷妄想是醫學問題。當你愛的人開始指控你的時候，最痛的那個人不是被指控的人，最痛的那個人是病人自己，因為他用一輩子建立起來的判斷力，用一輩子建立起來對人的信任，用一輩子培養起來的下屬，用一輩子愛過他的家人，通通都變成他攻擊的目標，他通通都不認得了。他覺得他們都是壞人，他覺得他們都要害他，他覺得他們都要把他丟掉，而他自己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不是自己了。各位同學，這就是被偷妄想這4個字背後的真實重量。下一個段落，我們來講輔助宣告，這是家人人都要做的最痛也最深的法律動作。而我們也歡迎網友這個講講看你自己遇到的家人的狀況，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覺得我們彼此學習。壞掉龍九說：“我知道，方俊跟潘英子都76歲，哎呀，這是緩和氣氛的。請支持精神棒，擔任阿魯巴老豬兵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為老豬祝福打氣，謝謝。EOCO 說：為了這集而抖內，誰家沒有老人？希望所有老人都能夠健健康康。Violet 9嗎？挺美清。”出口物5757，我奶奶還沒臥床前就一直覺得她的錢被偷走了，家裡所有的東西都被偷了。到後期她開始不講話之後，就因為尿道炎而臥床了，而且現在真的就像朱大說的有褥瘡，每2週醫院都要幫忙來換。出口物，我跟你講，你可以想辦法用枕頭幫你奶奶，就是用枕頭夾住，每2小時翻一次身，換一邊壓住，只要她的手沒有麻。就可以，不然這個褥瘡接下來就是感染接下來如果他沒有什麼肺炎什麼其他阿里不達的病的話，可能要挖掉腐肉啊，這個是很嚴重的。來，丁丁說真心懷疑小道先生的動機不單純。來，這個很久沒抖內，但我依然不會念他的日文的巴蒂巴蒂嗎？朱大好久沒抖內，蠻感慨的。一個政治明星的暮年，另外充滿諷刺。愛須覺羅終於翻身了，能拿捏一個中華民國前總統，這是以前可以拿捏，後來不行的，現在又可以的。
要用氣墊床或是乳膠床，這個華哥也很清楚啊，華哥也很清楚。挖爛肉很可怕哦。所以，請各位真的要好好的照顧家人，好，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跟他還有機會互動，什麼時候他還是清醒的，可能忽然之間就沒有了，好嗎？我不是專家，我不要什麼事都懂，我不會什麼事都懂，但我會告訴你專家說什麼，你自己判斷。這就是本台的一個狀況。來，各位同學，我們進入了第三個段落。第三個段落我們要講4個字，叫做輔助宣告。英文的法律名稱叫做 Assistance Order， 是一個強制輔助命令。那這個東西呢，我們是硬把它翻成英文，因為這是台灣民法上專有的概念。輔助宣告這4個字，99%的台灣人這輩子都用不到。但是這4個字是當一個家庭遇上失智症的時候，家人能用也最不願意用，但是有時候不得不用的最後一道法律防線。我們先看看法條，民法第15條之一，原文非常短，我念給各位聽。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4等親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申請，為輔助之宣告。會說，現在老人失智真的越來越多，我爸媽都是失智患者。對，信正說老人痴呆躺下去就不知道了，我最後給我媽喝雅培。這個華哥說沒臥床的長輩一定要請看護，盡量讓他維持社交，要佩戴能定位手錶，但是有很多狀況是你付不起啊，你沒辦法付得起。看護的時候你要怎麼辦？各位，這段法條我把它翻成白話：當一個人因為精神或心智問題沒有辦法正常的做決定、簽合約、處理財務的時候，法院可以指派一個輔助人來幫他做決定。在聽直播的各位同學，這不是剝奪自由，這是保護啊！山仔醫生說，我阿公生前也是失憶症，過年拿紅包給他，他以為是食物，直接吃下去。這是保護啊 ！Kimo Mai 說，我是照顧思覺失調症超過25年的家屬，急性期的他最嚴重的各種自殘，往來急重症救護，連醫生都勸我們不救他，或許是對我們的最好的一個解脫。我了解他痛苦，我們也痛苦，可就是血緣關係的牽絆，認為總有一絲希望會好的嘛？不會好，不會好，真的，你花了25年還沒有學到，不會好。真的不會好。慢性期的他的確有各種幻覺、猜疑、狂屌、咒罵。我們家人現在已經習慣這種恐怖平衡，他也妥協，願意每日配合乖乖吃藥，這已經是我們小小的幸福了。信正說，我媽清醒看到我就會叫我爸爸的名字，蠻可愛的。失智真的不會好，目前沒有藥。那台灣的民法在2009年的時候做了一次大修，為什麼修？因為過去只有2個極端。謝謝 Kimi Wu 斗內 Dry5753 說，我家阿嬤以前過年都會收紅包，這幾年失智之後都是給玩具鈔，給真鈔都會被弄不見，所以現在家裡長輩都不讓給真鈔了。不會好啊，腦萎縮或者是腦裡面的細胞病變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啊。薪水院友講得很對啊。雷根跟拜登都醫不好了，一般老百姓你想都別想。來，
台灣的民法2009年的時候做了大修飾，因為過去只有2個極端，第一個極端是完全正常的成年人，自己什麼都能夠決定；第二個極端是完全沒有意識的人，叫做監護宣告，這個人完全不能自己決定任何事情。這2個極端中間沒有平衡，沒有任何東西。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失智症的中期病人，他不是完全沒有意識，他大部分時間還是清醒的，還能跟你聊天，還能讀報紙，但他有些時候做的決定，跟他過去幾十年的人格完全不一樣。這種有時候清醒，有時候糊塗的階段，民法2009年修法加了一個中間選項，叫做輔助宣告。他的意思是，這個人不是完全不能自主，但是他做某些重大決定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輔助人在旁邊看着。賣房子要輔助人同意，簽大額合約要輔助人同意，告人或是被人告要輔助人協助。但是日常生活買菜呢，買菜吃飯，跟人聊天發臉書，他還是自己的主人。各位，這就是輔助宣告這4個字的意思。它不是剝奪一個人尊嚴，是保留一個人的尊嚴。各位，來，我們把場景拉回來。這個76歲老先生的家屬發的聲明提到的是醫療需求、照護、妥善安排跟執行者，沒有提到失智、阿茲海默、精神障礙。我跟你講，這是一份極盡溫柔的聲明。妻子跟姐姐一個字都沒有用到病。他們用的是安享餘年這4個字，這4個字背後是這位老先生一輩子的尊嚴。家人不想讓他被定義為病人，家人想讓他被定義為功成身退、回家養老的長者。但是在律師前面簽完字之後啊，必須要去台北地方法院遞狀。狀紙上面呢不能寫安享餘年，狀紙上必須寫法律名詞，所以狀紙上寫4個字叫做輔助宣告。各位，這個動作是世界上最痛的愛的動作。我跟你講，你可能沒有想過，假設你是他申請法律協助的家人，你要怎麼下定決心去申請輔助宣告？在台北地方法院、台中地方法院、高雄地方法院，全台灣22個地方法院，每年都有幾千個家庭會必須申請輔助宣告或監護宣告。這些家庭都不是要奪權，這些家庭也不是要分財產，這些家庭99%都是哭着去的。為什麼？因為沒有人會覺得家人這樣子很開心、很體面、很好，沒有。因為簽下這份狀紙，等於是告訴全世界，我最愛的這個人不再是他自己了。對於一個照顧失智症患者的家屬來說，這份狀紙是他們歷經了無數個失眠的夜晚之後，咬着牙、含着眼淚做出來的決定啊！因為簽下這份狀紙就是一個大變化。各位啊，這就是輔助宣告這4個字的真實重量。我們現在來看啊，那位老先生5月22號親手寫的信是怎麼回應這個最痛的愛的動作。他說，關於本人之配偶及大姐昨晚出於愛護之心發出之聲明，因事先未經本人過目同意，對此本人深感錯愕與遺憾。各位，錯誤跟遺憾，對自己50年的妻子，對自己80多歲的大姐，對在乎自己一輩子的家人，他用的詞是錯誤與遺憾。各位同學，這位老先生過去76年有沒有對家人講過這麼重的話？從來沒有。而他今天能夠這樣講家人，各位，這本身就是病的表現啊。但是我們要講，有一位受訪的楊律師啊，5月22號接受訪問的時候說了一段話，他說這個案子法院
駁回的幾率較高。為什麼？因為輔助宣告在法律上要成立，必須要有明確的醫療證據，病人必須去做臨床失智量表 CDR， 必須做核磁共振 MRI， 必須有神經內科醫師的正式診斷。如果這位老先生拒絕就醫，家人就算遞了狀紙，也很難強制就醫，因為不能強制就醫，就不能拿到法院需要的證據。各位，這就是失智症照護裡面最荒謬的一個 catch-22。什麼叫 catch-22？ 就是需要被診斷的人是最不可能去就醫的人。Catch-22 這個詞是1961年的美國作家 Joseph Heller 寫的同名小說裡面的概念，意思是一個荒謬的自相矛盾的規則。你必須是 A 才能做 B， 但只有不是 A 的人才会想做 B。在失智症的世界裡面，有病識感的人會主動就醫，沒有病識感的人會拒絕就醫，而最需要被診斷的就是那些沒病識感、拒絕就醫的人。於是家人就陷入一個無解的地獄迴圈，就是你要證明他有病，得要他有病識感，得要他願意去就醫。你越愛這個人，越想保護他，越要遞狀紙，但是越遞狀紙，越拿不到證據，越拿不到證據，這個保護就越無效。各位，就是台灣，這就是台灣每年幾千個失智症的家庭正在共同經歷的痛苦。輔助宣告不是奪權，輔助宣告是愛的最後一道防線。當你愛的人開始指控你想搶他的時候，當你愛的人開始把培育10多年的下屬叫做貪污犯的時候，當你愛的人開始用錯誤跟遺憾來形容你的善意的時候，你不得不做這個動作，不是因為你想做，而是因為你沒有其他選擇。家人遞下這份狀紙的那一瞬間，各位同學，他們不是贏家，他們也不是輸家，他們是這個失智症人倫悲劇裡面唯一還記得他本來是誰的那群人。下一個段落，我們要離開法條，離開醫學，離開新聞，來講一個21年前過世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做辜振甫。他用一輩子告訴台灣，下台的背影要漂亮。這真的很無奈啊！來，我們再念一下斗內哦。這個 Hai Long Chang 說，安東尼·霍普金斯主演的《父親》很感人感傷。我們等一下會講到這部電影。壞掉龍九說，台灣神經學學會前理事長巫錫林醫師表示，根據 The Lancet 刺胳針或者柳葉刀，2024年報告指出，空氣污染被確認為14項可調整的失智症危險因子之一，其影響力與吸菸、憂鬱、社會孤立等因子相當。巫並表示，長期暴露於細懸浮微粒 PM2.5 跟氮氧化物等空氣污染物，被證實會增加腦部炎症與氧化壓力，進一步造成神經退化與認知功能下降。這種環境壓力尤其影響都市人口與老年族群，與其他風險因子如高血壓、糖尿病跟聽力喪失等交互作用，可能加速失智症的發展。幹你火力發電，這我自己說的。Silent Simon 說，跟失智症無關。我媽3年前走了之後，跟亡父熟識的保險人去保險公司工會調資料，跟他們內部系統交叉比對後，發現我媽在罹癌時期被渣打銀行理專拐去買一個27年才回本的保單，而且是拿解約錢去買。最後是我媽跟保險人坦白之後，才發現，但我不確定她在路上中風跌倒跟自己知道自己被話術有關，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的。所以你知道啊，很多詐騙集團如果得知你是失智症，他會瞄準你當目標，他會把你當作肥羊仔啊！來，我們進入第4章了。暫時離開那位76歲的老先生，把時間倒轉21年，回到2005年的1月3號。
那一天有一位88歲的老人在台北榮總過世了，他的名字叫做辜振甫。各位同學，辜振甫這3個字台灣30歲以下的觀眾可能聽過，但是不一定熟。但是40歲以上的觀眾，你閉上眼睛聽到這3個字，你心裡會浮現一個畫面：一個戴着金邊眼鏡、穿着深色西裝、講話慢條斯理、永遠不動聲色的長者。辜老一輩子做過幾件大事。第一個，他是和信集團的開山祖師，他是中信銀的奠基者，他是台泥的董事長，他是中華民國第1任海基會董事長，他是1993年辜汪會談中華民國這邊的主談人。我不是說他有失智症，我是拿他來做比喻，他媽認真聽好不好？各位，辜汪會談這個是4個字是兩岸關係史上最重要的第一次制度化的協商。1993年4月，辜老飛到新加坡，跟對岸的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會面，談的是兩岸文書認證、掛號信遞送這些非常實際的事情。但是各位，這場會談的意義不在會談內容。它的意義是，兩岸有40年互不來往，從這一天開始，有了一個正式的可以坐下來談話的窗口。辜老當時76歲，對，就這麼巧，也是76歲。各位，歷史有的時候真的會跟你開玩笑。1993年的辜振甫76歲，飛到新加坡開兩岸第一次會談。2026年的另外一位老先也是76歲，在台灣親筆寫信駁斥自己沒有失智。同樣的76歲，不一樣的下台方式。不過今天我們講的不是辜老的功業，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你可能沒有聽過，但是改變了台灣政治文化的小事。辜振甫是一個京劇票友。票友這個字很少用了，我家裡以前有人是票友。我們解釋一下，票友這個字呢，意思是不靠演戲吃飯，不靠唱戲吃飯，但是會唱戲，唱得跟專業演員一樣好的業餘戲曲愛好者。辜老是台灣最有名的京劇票友，沒有之一啊。1949年，辜老32歲那一年他在香港做了3年，在這3年裡面，他做了一件對他往後56年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事情。他跟京劇大師梅蘭芳的傳人跟孟小冬學戲。孟小冬是誰？孟小冬是民國時期最有名的昆生，女扮男裝唱老生的演員。她是杜月笙的妻子，也是徐淑妍老生流派的真正傳人。辜老在香港的3年，向孟小冬學了京劇老生的身段、唱腔跟台步。各位，你想想看，一個和信集團的少東家，一個未來的台泥董事長，一個將來會成為海基會董事長的人，在32歲的時候跑去跟孟小冬學戲，為什麼？辜老自己說過，他從京劇裡面學到了一個東西，這個東西他用了一輩子，這個東西改變了他做人做事、處理兩岸的所有方式。這個東西是什麼？這個東西是什麼？辜老一生的名言我念給各位聽：上台容易，下台更難。上台靠機會，下台靠智慧。下台的背影也要漂亮，下台也是戲，常常是一段重要過程的高潮。主要的功夫是在背影跟步伐。各位，這4句話放在一起，是一個男人用一輩子提煉出來的人生哲學。辜老說，他這套哲學的源頭是京劇大師梅蘭芳教他的一句話：上台的身段要優雅，下台的背影要漂亮。各位，這句話的意思是，京劇舞台上咚咚咚咚，不對，這個是咚咚咚鏘，是跨年的，這個我不會。鑼鼓點子我不會用嘴巴打。主角唱完一出大戲，鑼鼓聲漸漸停下，燈光開始收，觀眾還沒有反應過來，這個時候主角要轉身，要邁步，要走向後台。走向後台的這幾步呢，觀眾看到的只有背影，
正面的時候呢，你可以靠裝、靠燈光、靠表情、靠台詞，但是背影你騙不了人。背影的姿態、背影的肩膀有沒有垮？背影的腳步穩不穩？背影離場的速度對不對？這就是一個演員真正的功力。孤老說啊，人生最難的不是上台，是下台。人生最難的不是被人記得意氣風發，是被人記得那個背影。人生最難的不是怎麼登頂，是怎麼從頂上轉身邁步走下舞台。各位同學，這就是孤老用一輩子實踐的哲學，而且我跟你講，他真的做到了。2005年1月3號，孤老在台北榮總過世。那天台灣媒體界出現了一個我一輩子都記得的標題，而且很難忘記。為什麼？因為幾乎沒有半句壞話，沒有人說辜振甫怎麼樣怎麼樣。那個標題只有4個字，叫做“孤汪絕唱”。為什麼叫做絕唱？因為孤老的對手也是他的知音，大陸海協會的汪道涵，12月在上海過世。1年裡面呢，這2個1993年新加坡握手的老人前後先逝。中國時報、聯合報、TVBS 所有的台灣主流媒體在那年的元月不約而同用了“絕唱”這2個字。各位，為什麼台灣媒體不用逝世、不用離世、不用往生，要用絕唱？因為那個世代的台灣人都記得孤老一輩子在講的那句話：下台也是戲。孤老把自己的人生當作一出戲在演，從上台1949年香港學戲，1952年回台灣接掌台泥，1980年代成立中信銀，1990年代擔任海基會董事長，1993年新加坡孤汪會談，1998年10月以總統特使身份訪問中國，2005年1月在榮總離世。這是一出完整的事。整個從上台下台到轉身離去，這個戲很完整。而孤老下台的那個背影，各位，我跟你說，那是台灣80年來下的最漂亮的一個背影。他過世的時候，藍綠媒體、兩岸媒體、國際媒體沒有一家寫他的負面新聞。各位，這在現代台灣政治史上幾乎是唯一的例外啊！藍綠統獨，本省外省，辜家、辜寬敏跟辜振甫的兄弟政見不同，這些東西在2005年1月的那天全都安靜了，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他下台的背影配得上一個漂亮的鼓掌跟一聲喝彩。好啊！各位，我們講到這裡，你會問說：朱大，這跟那位76歲的老先生有什麼關係？關係是這樣的：辜振甫一輩子在京劇舞台上，在政治舞台上，在商業舞台上，在兩岸舞台上，他都記得自己什麼時候該下台。他海基會董事長做了12年，88歲的時候，他還在準備孤汪2會，但他從來沒有戀戰過位子。他知道一出戲最重要的不是長度，是收尾的姿態。而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位76歲的老先生，各位，他已經卸任10年了。他從總統位置上下了，是2016年5月。從那天起到今天，整整10年。但是這10年來呢，他停不下來。他做基金會、辦活動、上節目、訪問北京、訪問中國各地、訪問習主席、發賴、發臉書，跟自己的同志爭吵，跟自己的下屬翻臉。各位同學，做這件事情不是錯，問題是他做這些事的方式，跟他過去總統8年的方式越來越不一樣。過去他被叫做不沾鍋，意思他不沾爭議，不沾感情，不沾八卦，不沾任何會讓自己變難看的事情。但是他這10年，特別是這2年，他越來越沾。
前執行長辭職，妻子大姐申請輔助宣告，帶着信叫他底下的人出來反駁，準備要告，要移送到北檢，要告自己的合作夥伴，大張旗鼓的叫底下的人開記者會。各位同學啊，這位76歲的老先生正在做辜政府一輩子最不願意做的事情。我們這一章的結論很簡單，辜政府一輩子的人生哲學可以濃縮成幾個字，叫做漂亮的背影。漂亮的背影這4個字，不是要你在最得意的時候下台，是要你在還能決定自己下台姿態的時候下台。各位，這是一個男人能給自己的最後的尊嚴。辜老88歲，他走的那一天呢，全台灣媒體都用絕唱這2個字。那位老先生現在76歲，他還有時間嗎？各位，下一章我們來看2封手寫信，一封是1944年雷根寫的，一封是2026年5月22日那位老先生寫的。2個同樣76歲的男人，同樣的親筆信，完全相反的結局。這個是中華民國的悲哀啊，也是當事人的悲哀。來，這個段落，我們把2封手寫信放在我背後的圖板上。第一封是1994年11月5號寫的，第2封是2026年5月22號寫的，中間隔了31年又6個月。2封信的作者當時的歲數都是76歲，2封信的作者當時的身份都是已經卸任的國家最高領導人。2封信都是親筆手寫，但是各位同學，這2封信的內容、態度、結果完全相反。我們來看第一封，1994年11月5日，加州 Bel Air 一棟並不浮華的私人住宅裡面，一個76歲、3年前才剛卸下美國總統8年任期的男人，坐在書桌前面，用他自己的筆寫了一封信。收信人是全美國人民。各位，我把這封信的全文念給你聽，我念中文翻譯啊，但是跟你講啊，你聽的時候，請你心裡想着，這是一個76歲的老人用自己的手一筆一畫寫的字。順帶一提啊，我今天寫這個腳本是怎麼樣被郭正亮感染，是不是？我同你講啊，我跟你說啊，一直給我用這種句子，我看了很想笑。好，但是我們不要笑，希望我的 AI 不要再被郭正亮污染了。來，雷根總統講的這封信，請各位認真的說，認真的思考。My fellow American citizens， 不對，我要講中文的。我的美國同胞們，我最近被告知我是即將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數百萬美國人中的一員。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南希跟我必須做一個決定。南希是他老婆。身為平民，我們應該要把這件事情當成私事保留，還是要用某種方式把這個消息公開？過去南希曾經罹患乳癌，我也接受過癌症治療。我們發現透過公開揭露能夠提升公眾意識，很多人因此提早接受治療，這讓我們感到欣慰。所以現在我們認為應該跟你們分享這個消息，打開我們的心。我們希望這能促進對這個疾病更深的理解，也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那些受到這個疾病影響的個人跟家庭。目前我感覺很好，我打算用上帝給我的剩餘歲月繼續做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會繼續跟我深愛的南希，跟我的家人一起走人生的旅程。我們計劃享受戶外，保持跟朋友和支持者的聯繫。不幸的是，隨着阿茲海默症的進展，家人通常會承受沉重的負擔。我只希望有辦法
讓南希免於這份痛苦。當主召喚我回家的那一天，不管那是哪一天，我會帶着對這個國家深深的愛，以及對它的未來永恆的樂觀，離開這個世界。我現在踏上一段旅程，這段旅程會帶我走入人生的黃昏，但我知道，對美國而言，前方永遠會有一個明亮的黎明。謝謝你們，我的朋友們，願上帝永遠保佑你們。Yours sincerely， 真摯的隆納·雷根。各位事務所同學，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封信是雷根總統親筆寫的。寫完之後，他親自交給秘書，由白宮舊辦公室寄出去。全美國的報紙在11月6號頭版刊出。這是雷根在公眾面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從那一天開始到2004年6月5號他過世，整整10年，雷根沒有再公開露面，沒有再接受訪問，沒有再寫過任何一封公開信。各位同學，我跟你講，雷根用這封信告訴全世界他得了病，他沒有駁斥誰，他也沒有指控誰，他沒有抱怨事先未經本人過目同意。他只是說，我即将罹患阿茲海默症，我會走入人生的黃昏，但是美國前方永遠有明亮的黎明。這就是下台的背影要漂亮。辜政府沒有讀過雷根這封信，雷根也不認識辜政府，但他們兩個老人，一個在加州，一個在台北，用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式做了同一件事。他們用自己最後的力氣，給自己留了一個漂亮的背影。第二封信，我就不念給各位聽了，因為你們自己已經看過了。我覺得很悲哀，我覺得很難過，尤其除了那個姓王的我不認識之外，這些人或多或少我都認識啊。我沒想到到了人生的最後要搞得這麼難看。各位，你把76歲這位老先生寫的信跟雷根那封信並排放在桌上，然後你深吸一口氣，仔細比較，仔細思考。雷根那封信沒有一個“我”字是用來證明自己。今年你看到這封信，“我”字這個字出現了20次以上。雷根那封信，家人是要被保護的對象；這封信，家人是錯愕與遺憾的對象。雷根那封信沒有一個被指控的人，這封信指控了蕭王兩人是侵占與背信。雷根那封信沒有否認任何事情，這封信否認了失智。雷根那封信第一句話是我即將罹患阿茲海默症，2026年的這封信最後一句話是我深感錯愕與遺憾。各位，一封信讓全世界記得他是雷根，今年我們看到這封信讓全世界忘記了他是誰。我跟你講，這封信每一句都在反駁失智，但是你仔細看2026年這封信的寫法，我聽了覺得可笑，這是一個情緒反應過度的詞。我培植他們10多年，這是反覆強調自己的恩情。他們對我做了許多涉嫌刑法背信與侵占的事件，這是被害妄想的標準語言。我深感錯愕與遺憾，這是對親人最重的話。因事先未經本人過目同意，這是把家人當外人啊。各位同學，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封信每一句話都在不知不覺中證明了寫信人需要被保護，這就是失智症最殘酷的反邏輯。他用一封信本來想告訴
全世界我沒病。但是這封信的每一句話都在告訴世界他病了。各位，我們再來對照一個細節，雷根的信他寫完之後，有人在旁邊看着他寫嗎？我跟你講，有，是他的妻子 Nancy。Nancy 陪伴雷根52年。雷根寫完這封信，他先念給 Nancy 聽 ，Nancy 哭了，然後 Nancy 說：“你想清楚了嗎？”雷根點頭。Nancy 說：“那我們一起公開。”那2026年，這位老先生這封信在寫完之後，有人在旁邊看着他寫嗎？我跟你講，根據《自由時報》跟《中國時報》的報道，沒有。寫完之後，他沒有給他的妻子鍾美清看。寫完之後，他沒有給他的大姐馬以南看，他直接交給另外一位戰友，然後拍片公開。各位同學，雷根的信是夫妻一起做的決定。這封信是一個老人在不告訴家人的情況下做的決定，而這個決定正好就是反駁家人。兩封信同樣76歲，同樣親筆手寫，同樣是卸任的最高領導人。但是這兩封信呢，一封寫的是承認，一封寫的是否認，一封信寫的是黄昏，另一封信寫的是錯愕，一封信寫的是美國前方有明亮的黎明，另一封信寫的是我聽了覺得可笑。各位同學，這就是英雄遲暮這4個字。雷根用一封信走入了人生的黃昏，那位老先生用了一封信走入人生的爭吵、搏鬥。TP6 Allen， 謝謝你的抖內。我們不能評斷誰的選擇對，我們也沒有任何資格代替任何家人做決定。但是我們可以說啊，雷根那封信30年後還會被全世界念誦。那位老先生這封信呢，30年後可能連他自己的家人都會選擇遺忘。各位同學，這就是下台背影的差別。下個段落，我們來看全世界拍了3部電影，得了好幾座奧斯卡獎，全部都在講這件事情。我們離開新聞，離開法條，離開政治，我們來看電影。我在每個多，看這裡看不見那最後一個字。我在每個多元宇宙裡的，謝謝你送了一個哭泣的倉鼠。TLTW 說還記得很清楚，家中老先第一次出現善忘時，老太太眼中的恐慌，當下只能用不在乎的輕鬆開導化解他們。對於利用病人制造爭端的人，無法苟同。哎，願病人平安。這個 TikTok 這邊的兔子不愛胡蘿蔔說，我們剛描述的失智症的經歷，以前奶奶都經歷過了，很辛苦。記得奶奶以前每晚睡覺前都會檢查自己的精子，甚至晚上不睡覺大吼大叫，說她的東西不見了，誰拿走了？有趣的靈魂說，祝線上的各位與諸大平安健康，平安就是福啊，一切平安最重要。立 LP， 我從來都看不懂他的留言，但沒關係，我還是照念。我名陳立慶，什麼時候現世報？這個乙趕上了，謝謝你的抖內。柯和峰說：“可憐的馬前總統贊助朱大一個便當，晚點看回放。”我們來看電影。這20年來，全世界拍了幾百部跟失智症有關的電影，但是真正拿到奧斯卡，真正讓全球的失智症家庭照護者哭着看完的有3部。我強烈建議各位去 Netflix 去
愛奇藝，或是去你手邊的任何一個平台去找這3部片。Emily Young 說，母親失智10年多了，可以說已經是半個專家。你辛苦了，所有經歷過的人都知道這有多辛苦，這有多痛。這3部電影呢，每一部都對應了那位76歲老先生事件的一個面向。而且我跟你講最有趣的事情，這3部電影都是這20年來拍的。為什麼？因為這20年來，全球進入超高齡社會，失智症變成每一個家庭遲早都會碰上的事情。電影界、文學界、戲劇界，他們比政治界更早看見這件事情。第一個，2006年的電影《明日的記憶》，日本片。2006年，導演是鬼才導演提信彥，男主角是渡邊謙，對，就是那個拿過日本奧斯卡影帝，演過《末代武士》《全面啟動》《哥吉拉》，好像還有幕府的渡邊謙。他用這部電影拿了2006年日本最高的藍絲帶獎最佳男主角，還有報之映畫賞最佳男主角。故事很簡單，50歲。廣告公司業務部部長佐伯雅行，他在某個禮拜一上班的時候忘了同事的名字，他在某個禮拜二開會的時候忘了客戶的會議日期，他在某個中午吃飯的時候認不出自己部門的下屬，他被妻子勸去看醫生，醫生姓吉田，是一個30歲出頭的神經內科醫師，吉田做了臨床失智量表 CDR， 做了核磁共振 MRI，做了完整的神經內科檢查。這個30出頭的年輕神經內科醫師告訴佐伯說：“您罹患的是阿茲海默症。”各位同學，這個50歲年薪幾百萬，是廣告公司主管男人，他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電影裡面演的，他斥責吉田醫生說：“你過於年輕之前才會做出誤判。”各位，這句話翻成中文，你聽聽看。你年輕之前亂下判斷，聽起來熟嗎？5月22號那封親筆信哦，目前外人謠傳我已失智，我聽了覺得可笑。各位同學啊，在聽直播的各位啊，渡邊謙2006年的劇本裡面已經把這個演完了，而且更慘的是，電影裡面的佐伯斥責完醫生之後，爬到醫院頂樓要自殺。各位，這不是電影誇大，這是日本當年根據真實失智症患者反應寫的劇本。當一個一輩子靠頭腦吃飯、靠記憶力闖事業、靠人際關係建立信用的人，突然被告知你的腦子壞了，他的第一個反應永遠不是接受，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憤怒。他的第二個反應是否認，他的第三個反應是指控別人錯了。各位，在聽直播的各位，這是我們在5月22號看到的劇本。再來，剛剛有網友推薦的2020年的電影叫做《Father》，導演是法國劇作家佛洛里安澤勒，男主角是安東尼霍普金斯。對，就是那個演過食人魔漢尼拔的安東尼霍普金斯啊，他用這部電影在83歲那年拿了2021年奧斯卡最佳男主角，這是他演藝生涯的第2座奧斯卡影帝。跟他對戲的女主角是 Olivia Colman， 前一年才拿過奧斯卡獎影後的英國國寶級演員。各位，這部電影非常特別，特別在哪裡？它是用失智症患者本人的視角來拍的，從第一個鏡頭開始，觀眾看到的就是安東尼眼中的世界，而安東尼眼中的世界是一個正在塌陷的世界，時間錯亂，他覺得現在還是早上，其實已經晚上10點了。空間錯亂，他覺得這是我家，但其實這是養老院。人物錯亂，他覺得這個女人是陌生人，但其實這是他的親生女兒。而電影裡面，安東尼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他趕跑女兒派來照顧他的看護。電影裡面呢，女兒 Anne
一個一個請看護來照顧失智的父親，每一個看護來，安東尼都用各種理由把他們趕走。他偷我的手錶，他不專業，他對我不尊重。各位，他偷我的手錶就是被偷妄想，是台北榮總官方衛教資料寫的12%到28%阿茲海默症患者會出現的最常見的妄想。電影裡面，安東尼一直在指控女兒偷他的東西，指控女兒男朋友要把他關起來，指控所有照顧他的人都不專業。到了電影最後一幕，安東尼在養老院裡面崩潰大哭，他靠在護士的肩膀上，哭着說一句話，他說：“我覺得我的葉子正在一片一片的掉下來。”各位，這一幕讓全世界的影迷哭爆了，也讓所有失智症家屬的照顧者找到了一個自己這輩子說不出口的形容：我愛的這個人正在一片葉子一片葉子的從世界上掉落、失蹤、消失不見。各位同學，安東尼·霍普金斯這部電影為什麼會拿奧斯卡獎？因為他演出來的東西讓全世界看見了拒絕承認失智的人，他自己其實是最痛苦的。電影裡面呢，安東尼從頭到尾沒有承認過自己失智，他覺得女兒是壞人，他覺得看護是壞人，他覺得整個世界都在跟他作對。但是當鏡頭一轉，從觀眾的角度看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他指控的所有人其實都是愛他的人。謝謝 Linda 抖內了200顆寶石的陽光啊！他指控的女兒是每天從巴黎搭飛機回倫敦照顧他的女兒，他指控的看護是按時來幫他洗澡、餵他吃藥、陪他下棋的護士，他指控的女婿是默默承擔生活費、從不抱怨的男人。各位同學，這就是失智症最深刻的悲劇。病人不知道自己在傷害誰，而被傷害的人永遠不能解釋，因為解釋了，病人會更激動。因為解釋了，病人會覺得他們聯合起來騙我；因為解釋了，病人的妄想會升級。各位，你們現在懂了嗎？為什麼那位老先生的妻子跟大姐在5月12號簽了聲明之後，整整9天沒有公開？因為他們沒有要解釋，他們只是想要保護他。但是5月21號被迫公開之後，5月22號早上，這位老先生又用親筆信指控了他們。下午公布的影片又再指控了一次前下屬。各位同學，這就是《父親》這部電影2020年告訴全世界的劇本。安東尼·霍普金斯演的這一部劇本拿了奧斯卡獎，那位老先生在2026年5月把這個劇本重演了一遍，只是這次沒有奧斯卡，這次只有家人的眼淚。第3部電影叫做《我想念我自己》，英文叫做 Still Alice， 2014年，導演是2位獨立電影人，理查·葛拉薩跟瓦西·魏斯特摩蘭，而且理查·葛拉薩本人是漸凍症患者，他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已經沒辦法用嘴巴說話了，他是用眼球追蹤裝置在電腦上打字導戲。各位，你想想看，一個自己正在失去身體的人，在拍另外一個人正在失去記憶的故事。電影改編自哈佛大學神經科學博士麗莎·傑諾瓦 Lisa Genova 同名小說。麗莎的祖母是阿茲海默症患者，她寫這本書是希望能夠用患者的角度來說這個病，不是照顧者的角度。謝謝曾浩送了一個山羊獎杯啊！女主角呢也是一個戲精朱莉安·摩爾，她利用這部電影拿了奧斯卡影后、金球獎影后。
英國電影學院獎影後、評論家選擇獎影後、美國演員工會獎影後，橫掃當年所有頒獎典禮的影後。故事是這樣子的：愛麗絲50歲，哥倫比亞大學語言學教授，他是全世界最厲害的語言學家之一。他的著作呢是大學語言學的必備教科書。他有完美的家庭，3個成年小孩，一個深愛她的丈夫。某一天，他在校園裡面跑步，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某一次，他在大型學術會議演講，突然忘了自己要講什麼。他去看了醫生，診斷是早發性遺傳性阿茲海默症。各位同學，這部電影最讓人心碎的一幕是，愛麗絲在發病之初，她趁自己還清醒的時候，錄了一段影片給未來的自己。影片裡面，清醒的愛麗絲告訴未來會失智的自己：“親愛的愛麗絲，如果你看到這部影片，代表你已經想不起來太多事情。我想告訴你，去找你的吃藥盒，吃掉裡面所有的藥，然後就睡覺。”各位，這是清醒的她為未來的自己準備的安樂死方案。他不想讓家人受苦，他不想讓自己變成連家人都不認得的樣子。他要在還能決定的時候，自己決定怎麼結束。各位事務所的同學，但是電影最後，愛麗絲真的失智了。她找到了那段影片，照着影片裡面的指示走去拿藥，走到一半，她忘了影片在說什麼。各位，這就是失智症的真實。你連結束自己這個選擇，到最後都沒有辦法做。電影結尾，愛麗絲已經失智到無法獨立生活。她的小女兒呢，是克里斯汀·斯圖爾演的，念了一段詩給媽媽聽。愛麗絲已經聽不太懂詩的內容了，但是當女兒念完，問她：“媽媽，這首詩在講什麼？”愛麗絲眼睛亮了一下，用最後僅存的清醒吐出了這個字，叫做 love。各位，這就是朱利安·摩爾拿奧斯卡的那一幕。愛麗絲已經忘了自己是誰，忘了自己是教授，忘了自己愛過誰，但她沒有忘記愛這個字。各位，這就是這部電影告訴你的：失智症會帶走一切，但被愛這件事情不會消失。問題是你要不要讓被愛這件事情發生？愛麗絲在電影裡面主動接受了自己失智的事實，她不否認、不指控、不抱怨。她寫日記、錄影片、立遺囑，跟丈夫、小孩開家庭會議。她在大型演講上公開告訴整個學術圈：“我是阿茲海默症患者。”各位，這就是辜振甫式的下台，這就是雷根式的下台。愛麗絲跟雷根跟辜振甫都選擇了同一條路，在還能決定自己的時候，決定自己的命運。我跟你講啊，因為每一個觀眾的家裡，或多或少都有一個很高的幾率，有一個正在發生這件事情的老人。讓我把數字念給各位聽啊。各位，這也是我做的一個數字啊。台灣失智症的人口推估啊，台灣2024年衛福部調查，65歲以上失智症盛行者7.99%。台灣2024年推估失智症人口約35萬人。台灣2031年推估會超過47萬人。2050年台灣的推估超過80萬人。台灣2025年會進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會超過總人口的20%。各位，80萬人是什麼概念？比新竹市人口還多，比基隆市人口的2倍還多，比花蓮縣的總人口3倍還多。而且這80萬個失智症患者，每一個背後都有3到5個正在崩潰的家屬。把家屬算進去，2050年的台灣會有超過300萬人正處在失智症相關的人倫風暴裡面。300萬人。那是每4個成年台灣人就有一個直接或間接正在面對失智症的人倫悲劇。
這有多麼傷心跟悲哀。Chloe Shufley 說：“謝謝朱大分享，已經找到3部片都可以看。” Oats9999 說：“謝謝朱大，每次聽到這議題，我都會想到我奶奶。她臨終前幾年，當失智症發生在自己家人身上，那有多痛苦。” Lily 說：“我父親已經給我打預防針，打了幾十年，我能說什麼？大家都應該對自己的家人好點，家人互相扶持。”各位，我們今天從一位老先生的親筆信開始講起。我想到一件事情，各位，今天這個內容呢，你要轉給你的朋友看，你要轉給你身邊的人看，你要轉給你家的長輩看，請各位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因為今天講的不是政治，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鬥爭，我們不是要譴責任何人，我們是要讓你知道，未來你也有可能面對這樣子的事情，所以請你務必按讚。我不知道我現在按讚多少，我的系統看不見啊，請各位這個告訴我，那我們再催一下。來，今天這一集到最後啊，我希望各位記得的不是這位老先生，現在才558個讚哦，各位好歹按到600-700好不好？記得按讚哦，之後要按熱推。我希望各位記得的是，你阿公、你阿嬷、你爸爸、你媽媽、你伯父、你姑姑，有一天你打電話回家，他們可能會跟你說你是誰；有一天你回家吃飯，他們可能會說我的錢被你偷走了；有一天你帶他們去看醫生，他們可能會說你不是我兒子，你是冒充的。有一天，他們可能親筆寫信告訴外界，目前外界謠傳我已失智，我聽了覺得可笑。各位，失智不是個案，失智是每一個家庭的未來。我們這一段的結論是，3部奧斯卡影片、3個演員、3個劇本都在說同一件事情。當一個人開始失去自己的時候，家人能做的不是糾正他，不是反駁他，不是叫他面對現實。家人能做的只是在他迷糊的那幾分鐘，輕輕的、安靜的陪在他身邊，不要做錯事情。最後，終於要到了最後一個段落，我們回到辜振甫，我們回到那個漂亮的背影，我們回到不許英雄見白頭這7個字。各位，請記得多按讚。安安的阿嬷說自己70幾歲了，我老公失智時把我跟女兒都忘了。你看這個是多麼傷心的事情，愛了一輩子，最後連愛本身都忘記了。林 Flora 說好害怕自己也會失智，那你就活好現在的每一天，你就活好現在的每一天，你就好好的過活，好好的走下去，珍惜每一天。Jefferson Yu 說這集解析的很棒，尤其與雷根比較的那一段必定要熱推，就是這樣子。魯魯說，我想到我外婆失智之後，好辛苦，好辛苦，好想哭。請大家多加油，好好的過現在的每一天，才是最好的幫忙。那個沃說，現在643個讚了，請大家衝上700，還有60幾個人趕快按讚啊！來，我們今天要做結論了。我們從76歲老先生的親筆信開始講起，我們講了病識感，我們講了被偷妄想，我們講了輔助宣告，講了辜振甫的下台美學，講了雷根的告別信，講了3部奧斯卡電影，講了台灣80萬即將失智的長者。到了結論了，我們回到定場詩的最後一句：不喜英雄見白頭，自古美人嘆遲暮啊，不許英雄見白頭。這2句話，前一句出自唐代，講的是楊貴妃；後一句出自宋代，講的是辛棄疾。但合在一起講的時候，這14個字講的是一個共同的東西：時間。時間會剝奪美人最後的容貌，時間會剝奪英雄最後的鋒芒，
時間會剝奪每一個人最後的尊嚴。時間不饒人啊，各位，不饒美人，不饒英雄，不饒總統，不饒我們所有人。各位事務所的同學，我跟你講一件很殘酷的事實。我們今天講的這位76歲的老先生，他這輩子最大的成就，可能不是當過總統，他最大的成就，可能是不沾鍋這3個字。各位，這3個字過去10幾年是用來嘲笑他的，不沾鍋嘛，跟誰都保持距離嘛，什麼事情都不沾嘛，這聽起來像是缺點。但是各位，不沾鍋這3個字，在他卸任10年之後，對照他這幾個月的行為，你會發現，不沾鍋其實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不沾鍋的意思是他過去懂得跟麻煩保持距離。不沾鍋的意思是他過去懂得不亂講話，不沾鍋的意思是他過去懂得讓自己的形象不要被自己破壞。各位，這就是辜政府講的下台靠智慧，不沾鍋是一個智慧。但是這幾個月我們看到的不是不沾鍋，我們看到的是他親筆寫信，他帶戰友拍片，他指控下屬，他反駁家人，他用錯愕與遺憾形容他最親最親的妻子跟大姐。各位，這位老先生過去76年累積的不沾鍋，正在被這幾個月的決定一點一點的刮花。而這最讓人心痛的是，他自己沒有意識到。有網友問說，有沒有綠界的抖內？有，我現在把這些狗皮膏藥全部都貼出來啦，你自己看，裡面有一張是綠界，然後有微信，有支付寶，還有一些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反正有4個，我通通貼出來。你要抖內就抖內吧，我繼續把我後面的東西講完。我們再回到辜政府，辜老88歲過世。他過世的時候，藍綠媒體、兩岸媒體、國際媒體，所有人都用“辜汪絕唱”這4個字。各位，“絕唱”這2個字是什麼意思？“絕唱”的意思不是停止，不是結束，是像廣陵散一樣，從此再無人傳。絕唱的意思是，這出戲再也找不到第2個人能唱。辜老用一輩子告訴台灣社會，我這出戲下台的時候，謝謝徐小虎的抖內，我這出戲下台的時候，要讓觀眾記得我下台的姿勢。我這出戲最後一個畫面是要一個漂亮的背影，謝謝陳佑宏送的禮物。我這出戲要在觀眾還想聽我唱的時候謝幕。各位，這就是絕唱。這就是廣陵散，這就是從此再無廣陵散。而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位老先生，各位事務所同學啊，在聽直播的各位，他現在的所有行為都不是絕唱，他現在的所有行為是讓自己過去76年累積的所有絕唱的可能性一點一點被磨掉。我要對在聽直播的各位啊，特別是60歲以上的同學說，謝謝 Chloe Schufley。現在開始要做你自己漂亮背影的安排。各位，我不是在開玩笑，我是在跟各位好好的講。我們現在觀眾其實年齡組合已經變得比較高了，那但是如果你年輕，請跟你的爸媽聊這件事情。如果你自己是60歲以上，你請自己準備好這件事情。我不是在開玩笑啊！失智症在台灣已經是每4個80歲以上的老人就有1個有失智症，而且失智症可怕的地方在於，等到你發病的時候，你已經沒有辦法決定怎麼下台了，所以你必須要現在就做決定，你必須現在就決定幾件事情。60歲哦，你50歲還不一定，可能還有點早。第一個，做意定監護。
議定監護是意思的意，決定的定，議定監護。民法2019年了，通過議定監護，意思是在你還清醒的時候，可以指定未來如果你失智了，由誰來幫你做決定，不是等家人去申請輔助宣告，是你自己現在指定。第二，立遺囑，不要等到失智了再說，失智之後立的遺囑在法律上是無效的。第三，跟家人開家庭會議，把萬一我失智了這件事情當成一件可以講的事情，跟家人講清楚。你要不要急救？你要不要插管？你要不要去養老院？你要不要在家裡離世？各位，這就是愛麗絲在電影裡面做的事情。Lee Alex 問說：議定這個議定叫什麼？議定監護需不需要醫學證明？不需要，因為你只是指定將來有一天你要由誰來代理，不用醫療證明。我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就是愛麗絲在電影裡面做的事情，就是雷根在1994年做的事情，就是辜政府一輩子做的事情，在你還能決定的時候決定，不要等到家人不得不去地方法院遞狀紙，不要等到家人不得不簽下輔助宣告申請書，不要等到家人不得不咬着牙含着淚做這個動作。我們做最後的結論了。各位，我們今天從頭到尾不指名道姓，不是因為我們在保護誰，是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會只限制在某一個人身上。今天的主題其實很簡單。自古美人嘆遲暮，不許英雄見白頭。今天這個主題不屬於那一個76歲的老先生，美人白頭，英雄遲暮這一段屬於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老，我們每一個人的腦子都會退化。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某一天連自己最愛的人都不認得。各位同學，英雄遲暮這4個字是一份警告，不是一份判決。它警告我們，不要等了失智了才想優雅，不要等到被輔助宣告了才想下台，不要等到家人錯愕與遺憾了才想道歉。因為那個時候你根本都不知道了，你只是毀了你留在這個世界的遺產而已。各位，今天最後的結尾，我要借辜老的話收尾。辜老講過，上台容易，下台更難。辜老講過，上台靠機會，下台靠智慧。辜老講過，下台的背影要漂亮。我們把這3句話濃縮成一句話送給各位：上台不易，下台更難。最難的是知道什麼時候該下台。各位同學，這就是今天的萬事通事務所。對失智症的患者家屬，你們辛苦了。對正在面對長輩退化的同學，你們不孤單。對60歲以上還在準備的長輩，請趁你清醒做安排。對那位76歲的老先生，希望您能在還來得及的時候，留給自己一個漂亮轉身下台的背影。因為人們永遠只會記住你最後轉身曲終人散下台的那個漂亮的背影。自古美人嘆遲暮，不許英雄見白頭。我是朱學恆，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我們明天見。但等等，下了結論之後，還是最後要收尾啊！要跟各位講，第一個，你在這邊看到的就是各種狗皮膏藥，就是我們的微信、支付寶、綠界。如果想抖內的人就抖內，但你抖內到綠界呢？這個我現在機器沒有辦法看，我看我能不能看，你等我一下啊。
綠界，來。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請各位多多抖內啊！因為我也不知道裡面有多少錢呢，反正我現在都不能提，我每天都在講。謝謝 TikTok 那個火燒老二小的抖內啦，點點燈牌按個讚，來我看看我這邊可不可以看到收款的部分，什麼系統一直改啊，靠腰。這個好幾天網友啊，好，這個什麼，我就念一下好幾篇了。Peggy Wang 說：“謝謝朱大，在國外收不到信用卡認證碼，希望這次抖內有成功，應該是成功了。”通北街黑市交流協會，這是一筆來自沒有血緣關係的事務所雲股東抖內。小毛說：“謝謝朱大。”然後這個 Tio 說：“支持兵哥1/4集。”通告費靠你抖太多了，Tio 有空的時候方便呼籲國防部遊行時去現場徵個兵，小弟想了解一下青鳥的愛國率有多高，就幾百人徵個屁兵啦。這個賈斯汀邦說朱大準備資料辛苦了，但你的那個抖內沒有成功哦。那個 RWD7514 這個你抖內成功了，好不好？這個賈斯汀邦沒成功，我沒有嫌吶，我只是告訴你啊。來，我再多補充一下，我還沒有投票，你不要那麼急，好不好？這個自古美人嘆遲暮，是化用屈原《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許英雄見白頭。這是宋代辛棄疾風格的化用，也有民間流傳版本，就是這樣寫的。所以各位趁着還來得及，我們做好不好？那政治呢，多惡心，政治多糟糕，我們要做我們能夠掌控的事情，好嗎？請大家好好的做，好好的走。那有這個酪梨有啊，我今天剛吃了2個。順帶一提，我們今天帶貨的那個水果，那個是進口水果，因為字不夠，所以我被迫把进口水果刪到进口了。那個有酪梨，我今天剛吃了一大堆，幹是優質的油脂，非常讚，又是原型食物，好不好？請大家多多酪梨，原型食物，而且是優良的油脂。這個好像要問林北好油，他以前我再問問看吧，他最近在忙好的油，因為據說好的油對預防失智也有幫助。請各位好好享受人生，吃好喝好，過你快樂的人生，這個最重要，好不好？然後這個純味家也是，各位現在訂蜂蜜正是時候，除了早上跟晚上各喝一口，對身體好之外，我們運了快100公斤來公司，倒霉的浩克說他禮拜3、禮拜4要來包，所以趕快下單，我們禮拜3。不對，禮拜4上午才會去豐裕蜂蜜再搬回家來之後，再讓浩克一搬到一個不吱聲。我們會開始大量的下單，還有預計下個禮拜呢，我們的預購的罐頭就要出貨了，我已經準備要跟他下定了，一下24組就要來了，又要弄到我們一個腰閃到，請各位趕快下單。那這個地中海飲食氣9959山竹還沒有收到，你要問哦。鴨腳蜜是因為我這邊囤了100公斤，寄不出來，沒有人有時間包，所以這個禮拜3、禮拜4我就會把100公斤全部寄出去。我要讓國防部的郵局嚇到不行，請大家多多支援，我們變成豐裕蜂蜜的第2個倉庫，好不好？這個。嘎嘎咪咪口抖內我還沒有念，我知道了，我馬上就要念了，請大家不急。賈斯汀邦，謝謝你的抖內。魯魯米說：“謝謝朱大的用心，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請記得按讚。”這個 IIS
呱呱，謝謝這一集的資訊。OWTS9999 說每次聽朱大講失智症，心都超酸的。嘎嘎咪咪口說，金在發布影片後，發現大家反而更相信中美清，因此隔天記者會議改策略為馬就算健康有狀況，但身邊人不能利用他的健康狀況貪污，從馬完全沒失智改口為馬健康有狀況。那到底有沒有狀況呢？我跟你講，政治鬥爭噁心的地方就是你不要覺得他們有下限，他們是沒有下限的。所以啊，油的部分我再去問問看啊，因為林北好油之前在講。浩克上回包貨閃了腰有恢復嗎？他說已經好很多了，所以各位也應該要下定我們的純味家。各位你一定要感謝浩克，各位多下定純味家。純味家的小菜是拿來下酒的，是真的好吃。它的豬腳、它的粉乾、它的這個毛豆都好吃，而且你。下定純味家是浩克的零用錢吶。我們本台如果沒有浩克，他又要負責幫忙修直播，又要負責包貨，又要負責幫忙推純味家，本台就倒了，好不好？所以請各位務必，算我懇求各位務必多多支持純味家，就這樣子。佩佩豬說：“請問我有抖內成功嗎？”剛是不是 Peggy Wang 啊？我剛剛沒有看到寫佩佩豬所以好了，最後我們要講最後的投票時間。如果你今天覺得內容好，講的也好，請按1；你覺得內容好，講的不好，請按2；你覺得內容跟講都不好，請按3。我現在要趁機念一下我們的抖內了。來看看微信，哎呦，微信有5個人。這個有一位網友說，今天好幾台都說蕭跟黃是幹，好幾台都說蕭跟黃是犯人，金是好人幫老人驅改壞人幹。對啦，是啦，我不是說過了，民進黨講什麼東西你就反向看，什麼情。然後Lily說，現在回想啊，尊老愛幼別有深意。哎，不知道為什麼你會想到這個東西。L 圈雞好。然後網友說喝杯瑞幸，但不好意思，我不喝咖啡的。這個什麼白？然後有網友抖內不說話，哎，什麼照？然後有什麼科也抖內沒說話，還有什麼虎？謝謝你抖了2塊錢，我並沒有感到失望。什麼啦 ，Derry Lee， 幹你娘！我是被唬大了，是嗎？我北監都去過了。今天聊天室所有的發言都要被錄影存證，有可能要負法律責任，請進行謹慎小心嚴禁止。不用你眼鏡，趕快告！他媽的，這東西也能告？看你告不告得贏啊！老子是北監出來過，你拿這個唬我，操你媽的，吃大便吧你！啊，不好意思哦，這個稍稍說話直接了一點。來，我們先一筆一筆看，這個是什麼什麼儀？謝謝你的抖內。然後這個什麼什麼雅哦，今天抖內都是妹子，一定都是正妹，很好，謝謝大家。什麼什麼燕說希望朱大早日來大陸開微店帶貨，但我的東西沒辦法運過海峽呀，不然怎麼辦？難道我能夠運個一貨櫃的蜂蜜嗎？哦，這個什麼玉說月底未出糧，不好意思，哎呦，沒有關係啦，抖個內意思一下。好了，各位，真是跳出2個大奶妹廣告，我可不是唬大的，我可是前科犯的，我是更生人吶，隨便吶，來，
滾滾滾，滾滾滾，要告什麼？說實話嘛。好，我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今天這個新聞看得很心痛，但是你不要被捲進這個新聞當中，這個是人生的悲哀。有人要拿悲劇來炒作，那是他們下流，但我們只要知道我們不是下流的人就好了。請各位多多下定啊！還有置頂那個超強罐頭，我保證你這輩子沒有吃過那麼強、那麼好吃的罐頭，就這麼簡單，趕快下定，下個禮拜就可以出貨。而你今天下定蜂蜜呢，這個禮拜理論上你可以拿到。如果我們來得及寄完，如果我拖得動的話，我上禮拜差點拖不動，幸好我找我兒子來幫忙，好不好？那就這樣子啊，跟各位說，這個拜拜啦。拜拜。